大家好，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我把用了6年的电脑做小升级，使用上都正常，也没有遇到蓝白宕机。但我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太烫啦！原本的机壳会有积热的情况，就算已经把透明的盖板拆掉，整台电脑还是热得像一台小烤箱。所以这次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采用直立式设计的 Fractal Moon 立刻就抓住了我的目光。上至18公分的大风扇将空气由上排出，整个机壳外观是由布面材质包裹，这样的外观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电脑，更像一台空气清净机。虽然一开始觉得比起紧凑型的 ITX 机壳 Fractal Moon 大了一圈也高了一点，但实际上跟有支援24公分的水冷 ITX 机壳相比，其实并没有大上很多。而直立的摆放方式需要的面积只比一张卫生纸再大一点而已，可以让桌面有更多的使用空间。电源供应器一定有想说怎么不买某某品牌比较耐用，主要还是因为必须使用小型化规格的电源供应器，考量到购买的方便性、价格、维修等等，剩下的选择其实不多。但如果以使用年限来说，我上一颗振华冰山金蝶用了13年，根本是一颗传3代，人走电还在啊，超猛的。但是以现阶段的 DIY 市场，只要是中高阶的电源供应器都有保固到10年，所以我认为跟以前比起来差异已经没有这么大了。在这个时间点换显卡，一定有人觉得我是上没好盘，但其实我买的时间点是2025年的9月，这个时间点还买得到 CP 值最高26900的5070 Ti。时间回到我写稿的这个时候，2026年的3月，最便宜的5070 Ti是31900，这5000元的价差，有时候我都觉得现在的电脑玩家很辛苦，甚至连固态硬碟开始受到影响。那时候 1TB 的容量只要2290，就顺手买了一条。结果现在同样一条已经要卖到5000块了。我原本以为我在买电脑，原来我是在买黄金啊！要我整线是不可能的。说实话，我一开始真的没想到功率破100瓦的处理器发热量会这么大，但是对于水冷的使用经验又不好，因为一般的风扇可以透过清洁跟润滑来保养，不太会坏。如果是水冷帮浦出了问题的话，就一定要送修，一修又是1-2个礼拜。所以一开始我尝试使用下垂式风冷，结果规格写最大可以解到165瓦，预设电压的情况下，高负载时温度还是常常跑到95度甚至更高。也许透过调整电压可以让温度降下来，但是还要研究，真的好懒。经过这次挣扎后只好乖乖用回水冷，换完后同样的情境下大概维持75度到85度上下，整体降温非常的多。这边生日膏涂完后在撕掉的瞬间真的好疗愈。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了，开始喜欢花花草草的东西，偶尔演算法也会推荐一些植物造景相关的影片，看着看着就突然想要在家中也复刻一个小造景，但是我没有做过类似造景的经验。如果有造景专业的看得血压升高，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下你的愤怒。这边先使用 P 图搭配摄母，
填缝顺便打底色，再用细粒康把假草皮粘上去，接着使用咖啡色细粒康混黄泥炭土，搓揉成条后补在石头跟草皮中间的缝隙。我发现 LED 灯带的位置会让影子脏脏糊糊的，所以我要把灯带的位置改到后面。LED 灯带换成颜色性更高 R9 大于50的灯带，同样高颜色性R9 没有大于50的话，会有稍微发青的情况。再发挥等级1的木工天赋，把层板开出1公分的凹槽。最后再把灯带跟柔光条完美的塞进去。换完后已经使用了半年，整体还算满意，但 Fractal Moon 的风噪处理也没有很好，在高负载的时候冷排吹出来的风会直接撞击到前侧带有圆孔的布料上，声音听起来有点像空气清净机开到最强的感觉。除此之外，平时使用都非常的安静。目前我都是戴耳机在玩，还算可以忍受，但如果是对声音敏感的人，想买这款机壳绝对要纳入评估的点。总之Fractal Moon 就是一款要颜值有颜值，要散热有颜值，要静音有空气清净机的一款机壳。